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今天是2026年4月17号。那么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就从现在美东时间11点半开始了。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请帮忙确认声音和图像是否都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直播了。有没有在直播间的朋友？丽丽你好，没有问题是吧？谢谢，感谢你的这个确认。我们赶紧来讲一下这个大盘。那么这个大盘从我们周一直播，我们看一下是哪天？这是4月13号。4月13号那天我们直播是在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标出来，是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是。从我们直播之后又是连涨了5天，那么从最底下来看的话，就连涨了2周吧，连涨了2周，还是走得非常非常强。那么现在，今天这个大涨呢，也是受到消息的刺激。什么消息呢？就是伊朗外长发了推文，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商船全部开放了，然后这个川普也在他的social media 上给确认了，对吧？那么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现在标普是上涨了1.3%。我们看一下大周期上有什么变化。那么大周期上，现在应该在这个4月6号这一周，我们直播的时候就说过，它出现了一个底分型，当时周线上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然后呢，现在是用了3周时间，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上。在周线上，它用了3周，就是3根 K 线就打掉了前面的最高点7002。那么现在的历史最高点是7136。这种结构啊，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它在周线上这个结构是，3491是它的起涨点，然后 A 中枢、B 中枢两个高低点没有接触，是一个趋势上。然后针对这个 B 中枢，现在还有了3买，然后这个3买之后还出现了新高，也就是说。这个从4835到7136，这是 C 段。那么现在这个结构就饱满了呀。这个在周线上，这是一个非常饱满的结构，有 A 中枢，有 B 中枢，有3买，然后还出了高点。这个结构，如果说上涨3周之后直接大跌，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在理论上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就这个结构随时可以完成，随时可以结束。然后走反向，对吧？所以这就是不是说我这里啊有3根 K 线了，我是不是必须要有5根才可以结束我这个上涨这一笔呢？不需要，不需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理论上它随时可以结束。那么现在就看从6316上涨这一笔什么时候结束，对吧？它结束了才有可能这所有才结束。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那么到日线上来看。从6316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断开，它现在可以只关注它，对吧？只关注6316右侧的。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当时就周一的时候吧，刚好是顶到了我们那个开盘，或者说我们直播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位置，但是在周一收盘的时候，基本上就顶到了这个前面2个趋势线的这个连线，刚好顶到这个位置。然后收盘的时候也是收了一个光头破脚的一个 K 线。当天就周一的时候涨了1.02%，但是这个 K 线收的是个光头破脚。所谓光头破脚，就是基本上就没有下影线，没有上影线，但是它带一点点下影线，在周一这个收盘，但是刚好是收在了这个趋势线之上。但是呢，收在趋势线在当时当下的时候，你也不能够说它就一定要突破这个趋势线，对吧？但是在周二的时候跳空高开，所以说现在这个趋势线已经突破这个趋势线了。那么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6316到这个7316有没有结束，对吧？虽然说它现在是强势的拉升，现在是非常强势。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小周期上结构，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从6316把这个分割线往这边拉一拉，给它纠正一下。那么6316这个起涨点，这是 A 中枢，现在在1小时上我的 B 中枢没出来 ，B 中枢没出来呀，现在只是一个123。然后3还不被持，我这里已经那个测过了，
等比例在7101，等比例在7101，也就是说这个123的3它不背驰，所以说你说它结束了吗？你说这个1小时上结束没结束啊？我起码还有个 B 中枢出来之后，然后再打一个高点，才有可能结束从6316上涨的，这是一种情况。或者说我快速下跌，我直接一个跳空缺口，那么这里其实是可以有一个类中枢的，这有一个类中枢，我直接一个跳空缺口跳到它下面来，然后直接往下走，一个反弹回去确认，然后继续往下走，可以这样走也可以，就直接这样走也可以，但是现在看不到，除非出现那种情况，我们才能说，哦，这面结束了，开始走反向了。所以说大概率是要在上面做第二个 B 中枢之后，才有可能结束1小时的这个上涨。那么1小时这个上涨结束的话，才有可能说日线这个上涨结束了。那么日线上涨结束了，它可以给你回踩一下，给你个2买，日线上给你一个123，甚至是一个12345，再结束日线这笔上涨也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要跟踪的话，就跟踪1小时。1小时什么时候结束？然后这段跟踪的话，就是这个第3段跟踪，你要去5分钟上，甚至是15分钟上跟踪。好的，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标普。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提问。首先来看一下丽丽朋友问 DXYZ， 这是一个说是这个票说是有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这可能是个基金。然后呢，可能是有那个马斯克他们 SpaceX 持股是吧？你是想，就是说，因为 SpaceX 呢6月份要上市了嘛，是不是想这个提前这个潜入埋伏一点是吧？是有这个意思吧？你是想那个打算建仓？这是一个包含关系，但是这个也不够一笔。我们看一下日线上，但是整体的话。跟其他的 AI 相关的，不知道你对它的了解有多少？跟其他 AI 相关的比的话偏弱。那么日线上的话，这里是有一个中枢了，对吧？这有一个下上下，这里有一个大中枢。我们从19.71这里开始分析。那么这个中枢我们看一下，它是这么一个结构，这是一个下，然后上。然后这里的话也可以当成一笔上吧，但整体来讲的话也没有脱离这个区间，而且它后面这段是不够一笔，所以说它在一个收缩的，你发现没有？是一个收缩三角形，我们可以把这个三角形给它画出来。这个不是收缩三角形啊，是一个通道，这里有这么一个通道，你看到没有？有这么一个通道，所以整体是一个慢慢缓慢下沉的一个状态。你要是有一个什么样通道比较好呢？比如我上升的，然后是这样的一个通道，对吧？每次回踩你去买回撤，它是缓慢是爬升的，但是这个是缓慢下降的，你发现没有？所以偏弱，整体首先图形上表达的偏弱。那么你要买的话，当然是在这个通道下沿这里买是更好了，对吧？它上去之后再下来，你在下沿买。但是现在的话，它这个正好在120天和200天这里，如果说能够踩到再次回撤，比如说28附近的话，可以近一点也没有关系，稍微近一点，然后如果说它能够在120天维持在120天这个均线之上的话，那基本上它就能够稳得住，就是这里可能要震一个中枢出来稳得住，然后看它能不能够上得去。所以说，整体来讲就是120天。能够在120天之上的话，任何回踩的时候下不去你就买一点。但是整体来讲，这个票是偏弱的，除非你对它的了解是非常深的话，你再进。Otherwise， 我是不建议这个。你要想买 SpaceX， 为什么不等它上市的时候再买呢？或者去申购新股去，对吧？然后再看一下，有一个朋友58499问 Open。那么这个的话，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它的。那么这个 Open 这个票的话，基本面，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吧？我们看简单的，说一下这个
open 的基本面，因为这个简单带几句，我们可以把这个周期给它切到大周期上。这个 open 这个票主要是一个线上房地产交易平台，对吧？主要是这么一个平台。那么呢，它是通过算法即时报价你买入的二手房，然后简单翻新后，通过线上平台快速出售，并提供配套的经济产权及信贷服务。所以是这么一个公司，就基本面。然后呢，它是它这个模式啊叫 iBuyer， 这个模式是它开创的，以及是在行业里面它是领导者，彻底改变了这个房产慢交易的这种就是交易，因为房地产买卖的时候这个时间拉的比较长，然后交易起来比较繁琐，对吧？就它是那个颠覆了这种传统的逻辑的。它的主要对手有啥呢？就是这个 Zillow 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呢 ，Zillow 它没有退出了这个 iBuyer 这种模式，还有那个 Redfin 也是它的这个竞争对手。但是呢，它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房地产库存存在房地产库存风险以及一些这个资本依赖。因为啊，它在这个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资产减值压力比较大，然后比较依赖这个融资杠杆。所以它在2026年还是处在比较，而且它对这个利率的影响，这个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影响，对它的影响也比较大，所以这是它现在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图形上，那么在图形上的话，我们之前应该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问的，但是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它的这个图形的，简单的回顾一下。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我们之前当时说它有一个3段下跌，回撤出现了3段回撤，然后这个3呢，这个回的非常短，就是这个1、2、3的3打了3折。我一直跟大家最近跟大家讲，你要想买股票的话，买回撤的话，要不买打3折的票，要不买打5折的票，对吧？你要么打个3折给我，要么打个5折给我，我买的这个位置，对吧？因为这是盘整背驰的位置，这是盘整背驰的位置，所以这是这个给了一个3折。那么给了3折以后，它现在本周是上涨了23%，不知道什么消息刺激的，我们需要看一下它的小周期。那么我不知道你在这个位置有没有进呢？就是出现了日线的这个位置底下底分型的时候有没有进场？然后我们当时应该不知道是你问的，还分析了当时小周期的这个中枢了。然后它，小周期的中枢是这一笔就拉到这个现在这个位置，所以，日线上现在已经成一笔了，日线上也成一笔了，而且现在马上要到这个200天了，马上到200天，所以，成一笔。如果说你在下面这个4.5附近进的话，现在其实这可以减一点，我们看一下大概涨了多少，已经涨了30%了。我的建议是先减一点。因为它这个 MACD 啊还没有完全冲上去 ，MACD 没有冲得上去，张口还不够特别大，就是 MACD 还在0轴以下，所以这个位置如果说它在这里，它也是可以做第2个 B 中枢，其实就这里有一个 A 中枢了，那么在这里我再做一个 B 中枢出来，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也可以的。现在只不过就是说是处于一个中阴状态，其实这里是一个中阴状态，它可以是在这里做 B 中枢，然后再打一个低点，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这里有一个 A 中枢，然后这里有一个1、2、3，这不对吧？看我的红颜色的1、2、3，然后直接走反向也可以。现在就是它这个反向的力度没出来，现在反向力度没出来，所以说你不能说这里就一定没有这个蓝颜色的这种模式出现了，对吧？所以我说在这里先减一点，或者说你等它出现一个顶分型再点也可以。等它出现一个顶分型，你先减一点，防止它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再打个低点。这样的话就是做 B 中枢，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给你回踩一下，给你个2买，不跌破这个 4.12， 然后再走反向。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就是这个大周期的一笔下。再接着大周期的一笔上，说现在就等待它这里出现一个明显要回落的，所谓明显回落就是顶底分型嘛。我们知道在缠论里面，所有的转折
都必须要有顶分型或者底分型，没有顶底分型它是不可能转折的，对吧？所以说你要想卖的这个离这个拐点比较接近的位置，那就再等一个顶底分型，毕竟现在还没有顶底分型出现。所以，但是这个票的盘子比较小，所以针对它的话，你就控制好仓位就好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open。我们再往下看，苏珊问了一个 CRCL 这个稳定币，准备加仓是吧？我们看一下稳定币。那么今天或者最近吧，今天比特币也是涨得比较好的，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刺激。但是我们看这个稳定币这个 CRCL 好像并没有跟着比特币，它目前是跌了4%，没有跟着比特币或者跟着其他的跟比特币相关度比较高的那些上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基本面上是不是出现了什么一些问题啊，或者说一个消息刺激？那么我们看，你要是想加仓的话，那就建议买2买呗，对吧？现在是这个从136这个位置。它是一笔下一笔上，那看它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从这个我们现在主要分析是从49.9来分析，就这里是不是要做一个中枢之后上去，或者说也是打个3值，是不是要打一个3值，给一个盘整位持，然后再往上走，或者说打一个5值，无限接近49.9，也可以，这也是一个2买，或者说我这个3值直接打掉49.9也可以。所以说你现在所有的这些就是以49.9作为一个起涨点，作为一个分析的 A0 起点，这个就是 A0 了，缠论里面的 A0。所以至于它怎么走的话，那就不知道了。所以说你只能按照现在有回落了，哎，不出现跌破84.27，我买一下，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往上走，对吧？每次回落都可以去买，是这个2买。但是呢，也可以是跌破它，然后出现盘整背驰，然后这也是2买，这也是这个结构买点，对吧？所以说，但是不能够快速下跌，或者说大幅的，比如说这个123不背驰，那就要去跌破这个49.9了。那么这是我们在日线上做了这么一个这个模型推导，或者说叫那个完全分类的一个推导。那么前提是84.27到111.20结束。现在这一笔你能说它结束吗？因为新的一笔还没有生成呢，你就不能够说它结束。笔只能被笔破坏，就是说老笔只能被新笔破坏。新的一笔没有出现之前，你就不能说老笔结束，这是在缠论里面有明确的这个定义的。线段也是一样，3笔构成线段，那么3笔构成的线段只能被线段破坏，只能被线段破坏。所以如果说新的线段没有生成，你就不能够说前面的线段结束。所以这就是你知道了这个之后，你就不会说盲目的说啊，这里一定要回落一笔，对吧？那么这一笔没出现之前，你就不能说一定。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一笔的内部，对吧？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虽然说它在日线上看的话，现在是走的比较这个纠结，就这段走的比较纠结，而且它这里好像还有一个，我们看比较一下这2个低点，是不是有一个更低的？哦，没有，84.27就是最低的。我们就比较一下1小时，那我们就可以拽过来了，因为它1小时上有结构了。所以现在是84.27右侧这些，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回荡做成中枢，然后上去，然后再下来，就这么个结构，看到没有？现在在1小时上的话，它可以是在做一个 B 中枢的。所以说，你这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多级别联立的好处了。我不单单是在日线上看，我也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对吧？在日线上看，我感觉它要去这个再次跌破84.27，或者说再打低点。但是我到了1小时上发现，1小时上没有出现那种结构，反而是有可能再出现2个中枢，就是1小时上可能没结束的。这就是说，你必须要多级别来这个立体的这个观察，你才能够掌握好它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节奏，而不是说我只看一个周期，对吧？那么只看一个周期，我吓死了，我可能马上要卖掉，因为马上要出顶分型了嘛。但是我发现1小时上它是在做结构呢，那么就是你要想补仓的话，就1小时上看你能不能够做这个周期。所以说你要首先定你的交易周期，你是要做什么周期的交易？是要做1小时周期交易，还是日线交易，还是日内交易？它的周期不一样，对应的仓位就不一样。
晓得吧？所以那这在1小时上这个回落，它现在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完成，那你就等吧，等这个1小时，它甚至可以慢慢的往下走，它甚至可以出现一个这个扩张型的喇叭口的这种结构也可以，不是说一定要规规整整的就出现这种类似一个通道形式的这个，或者说出了新高然后不出新低的这种三角整理的这种都可以，只要它不回到这个中枢里就可以。最好是也不要碰到前面这个我看好像已经碰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高低点，这个是101.7，这个是101.82已经碰到了。如果说这里出现一个 B 中枢的话，那么这两个高低点已经有接触了，两个中枢有接触，那形成一个扩张的中枢。形成扩张中枢之后，它还可以往上走，然后继续扩张，出现一个大中枢。就下面这个是扩张之后的 A 撇，那么下面可以出现一个 B 撇。这样的话，它以这种方式结束也可以的，也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不知道它怎么选。那么现在就看它这个 B 中枢什么时候演变出来。但是它现在是这个123这个背驰是有了，这个123的背驰现在是有了。对吧？因为这个111.2是在1小时上有高点的，所以这个123的3是出现背驰了，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回落。那你要就等这笔什么时候出现就好了。至于什么时候出现，那不知道，那只能去跟踪就好了。好的，这是针对这个CR，所以说你只能加1小时的仓。现在如果说有回落的话，丽丽朋友又问了一个 FIG。然后那个58499朋友说那个 Open 会踩一下4.2。我不知道我们当时是4点是不是要踩这个位置，还是踩那个周线上有一个200周和120周，在这个位置还是怎么样？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igma 是这个吧？那么 Figma 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简单说一下它的这个基本面。那这个应该是如果说大家做这个 PDF， 就 Adobe， 它跟这个 Adobe 是这个竞争对手。因为它是啥？它是这个基于云端的协作式界面设计工具。核心是啥呢？核心就是这个允许团队实时在线协作完成这个 UI 设计，还有这些原型制作以及白板构思，是这么个主营业务。然后呢，它这个竞争对手，当然我刚才说了 ，Adobe 是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你去看 Adobe 的这个图形的话，也是因为这个 AI 这些，你看从多少？从这个600多的时候，一直跌到了现在200多。对吧？腰斩又腰斩，所以这个也是受到这个所有跟 AI 啊、跟这个线上这些软件的刺激。那么，但是呢，它现在的问题是啥呢？这个估值比较高了，就它当时 IPO 的时候是33，我这里标着 IPO 的时候是33，那即使跌到19块钱，也是一个阴跌状态，你发现没有？一直一个阴跌状态，没有人往里进，也有可能的机构在这个吸筹啊，或者怎么样，也有可能了。但是现在已经这个跌破这个 IPO 价格了，所以它可以在这里这个回调一段时间，然后在这里横那个中枢出来，然后往上走也可以的。就是你如果说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或者说那个使用它比较多，那么你可以这个找机会往里进。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整体的结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把这个日线的这个图形给它画一下，因为它在日线上，我们简单的画一下它的日线结构，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吧，因为毕竟它上市的时间并没有很长。那么看一下它的结构，现在日线上是这么个结构。这里是这里有一个破坏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个什么样的。你把这个笔一画出来之后，你就比较清晰了。这里有一个中枢，日线的一个中枢，然后呢，这里又做了一个中枢，做了俩中枢趋势上，看到没有？两个中枢趋势上。那么现在这个针对第二个中枢呢，这里其实是有过一次反弹，
类似一个三脉，但是呢，因为它有一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就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反弹这一笔的结构，所以说它是一个次级别的三脉。然后现在又出了低点了，那么现在就看它针对第二个中枢啊，什么时候能够给一个打个3折吧，对吧？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给一个日线级别或者日线这个周期的这个三脉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更好的位置。因为现在它这个你会发现它弱在哪儿，就是这个 MACD 没有拉起来 ，MACD 一直趴在下面，看到没有？一直趴在下面不动。就张口了才有动能啊！它趴在下面，那你要说埋伏进去，很多人喜欢埋伏一些不怎么波动的股票。你不怎么波动，意味着这个机构不往里进呢，对吧？我们是坐轿子的那个抬轿子的是机构，机构不往里进，你看好没有用啊。很多人喜欢买那些不怎么波动的股票，但是呢，如果说能拿得住，它有分红也可以啊，买一些银行股票，对吧？你买一些银行高分红的，然后那个长期拿倒也没啥问题。但是像它这种上市不久的，然后又在下面横在这里，你虽然说基本面你那个也不差，但是机构不进呐。所以我一直讲，我们小散户，除非你是非常了解这个行业，然后又能拿得住，又能够持有得住，比如说这个位置我再跌50%，我也能够拿得住，那你就买，对吧？但是呢，它短期你想让它有一些大的这个波动的话，就比较难了。那么这种就比较考验你的持股的耐心。所以，没有好的位置，现在没有明显的这个出现多头迹象的时候，你就只能等。所以我的建议是，怎么说呢？要么就可以先进一点点仓位观察一下，对吧？观察那个先设立一个观察仓位，然后呢，等待多头表达的时候，什么叫多头表达？就是它的小周期。我一直讲小周期什么时候看它的多头表达，就在小周期里面，5分钟、15分钟这种小周期什么时候？比如说5分钟让它的最低点在这个下面这里，什么时候5分钟让？但是5分钟让这个中枢啊比较那什么，我们看一下15分钟，15分钟更好一点。15分钟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现在最低点在17.66，什么时候15分钟让出现了一个3，这是一个进入段，然后1、2、3的3不背驰的时候，我才考虑进它，说明它要转向了，就从这个最低点17.66可以转向了，对吧？所以现在从17.66这个位置，现在转不转向都不好说呢，你怎么往里进呢？所以说你就盯着15分钟让，什么时候出现1、2、3的3不背驰的时候可以进，或者说我在这里做中枢，然后我每次回落去买一个回落，就先做中枢震荡也可以，但是这个周期小啊，15分钟啊，你能够做得了这么小周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么这是这个 Figma， 然后 Susan 问了一个 MSTR， 这是今天涨得比较好的，就是跟比特币相关度比较高的。那么今天是涨了13%点多，对吧？什么时候可以减仓？那么减仓，我之前一直说，卖的时候可以大胆一点，就是这个盈利的时候可以大胆卖，但是买入的时候要谨慎一点，它买卖的节奏是有区别的，对吧？只要你是盈利的就可以大胆卖，但是它非常强势的时候可以再拿一拿嘛。今天是涨了10%几，然后又是一个跳空缺口的一个上涨。然后 MACD 表达也是张口的状态，那么强嘛，强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多拿一拿。那么但是今天是顶到了这个120天了，要注意这个，顶到120天上了。那么如果说收盘前最好是要收在这个120天之上，你可以这么简单的看，如果说收盘之前在120天之下的话，这有120天均线，如果说在120天之下你就减一点，如果说在120天之上，那你就拿一拿，对吧？所以说短期就是这么一个120天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压力。你看之前从来没有碰到过120天，自从这个位置下来之后，看这里，自从120天下来之后就没有碰到过，这是这段时间第一次碰。所以如果说它不能够收在120天之下的话，那可能要再回踩一次之后再上才有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告诉你什么时候减。如果说只想减仓的话，那么也可以你把这个中枢的，现在这里不是有个中枢吗？你把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加上也可以，
那么如果说它再次回踩中轨的话，比如说再次回踩中轨，你再买回来，对吧？它还可以继续往上。所以现在不能说这里虽然说有力度了，但是呢，现在其实是不背驰的，因为它这个进入段是比较短的，只有2-3根 K 线，然后这个结构它这个离开是不背驰的。这是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那个Figma 那个。Figma 刚才说那是15分钟，但是现在说的日线，但是无所谓啊。图形上虽然说图形的这个周期不一样，但是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这个是有离开有不背驰的情况，有强势表达的时候，我可以考虑要进了，因为它可以走离开了。然后这里做 A 中枢，这里做 B 中枢，对吧？意味着104.17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拐点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出现多头表达的时候我要开始做它的原因，因为多头转向了，对吧？那么至于说它这里能不能够走出来这个 B 中枢往上走，那就去后期跟踪了。但是这段的话，你如果说已经盈利比较大的话，所以说我说120天嘛，如果说120天能够上得去的话，那你就多拿一拿。如果说这个仓位也不重的话，看你的仓位重不重。如果说仓位比较重的话，又到了120天这么一个明显的位置，压力位的位置，可以先减一点，不要全卖，因为它不背驰嘛，就是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不背驰，你可以卖一点点，卖个1/3、1/4之类的，防止它回来。比如说它可以出现一次回踩，给你个300之后再上去，或者说直接拉回到中枢里面来，可以踩一下上沿或踩一下中轨，甚至踩一下下沿再上也可以的，对吧？所以说你就涨上去了，涨得多了卖一点，下来了，哎，没有力度，回撤的时候回踩的没有力度，我就买回来，你就来回折腾，来回那个做差价，你的成本很快就降低了。你只有成本够低，你才能够拿得住，才能够这种大的这个波段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你才能吃得了，才能够跟你有关系，对吧？所以说针对这个的话，就看一下收盘之前对120天的一个位置。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分析到这里了。然后还有一位朋友 Yanny 这个问了一个 GLD 应该是黄金吧，那么我可以放到周末，因为我看你也是会员，我们会在周末来分析你问的这个，好吧？其他人也可以在频道下方留言你们关心的股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周末时间更多的时候，因为周末我一般是做1个小时的这个分析。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